这是我第一台索尼相机 A7S3， 使用半年之后，我还想再买一台。今天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真实使用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上一年索尼发布了 A7S3， 看完了发布会之后，我立刻蠢蠢欲动。不过呢，我是尼康的老用户，换门甚至是双修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那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更多新西兰本地的婚礼摄影师，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有经验的摄像师负责视频的拍摄部分，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使用索尼的相机。那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团队里面的所有人都使用索尼相机，这让我下定决心购买它，成为我这个视频拍摄的主力机型。我是在去年的8月底下单购买的，不过 A7S3 真的是太火了，当时简直是一机难求。不过经过漫长等待，我终于在11月底拿到它。那实话实说，经过这么多月的等待，当我拿到它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兴奋感了，而且当时晚上的测评、开箱视频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我就一直没有发视频聊一聊它。那不过呢，经过半年的高强度使用，我终于可以比较自信的聊一聊它在各方面的优缺点了。虽然呢我是第一次使用索尼的无反相机，那不过呢我个人对于这台 A7S3 的大小、按键布局、操控还是非常满意的，而在做工上面我也基本满意。那最起码我手上面这台没有什么大毛病，那除了 HDMI 接口呢真的有点松。那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朋友吐槽索尼的菜单和操控，那不过得益于 A7S3 的新菜单，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我仅花了40分钟，我就把菜单基本摸熟，自定义按键和菜单呢也设置完毕。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设置。我把 C1 设置成伽马显示辅助开和关，这样你在拍摄 S-Log3 的时候，我可以无需外接监视器就可以看到还原 Wet 清9之后的大概的画面。C2 就是对焦区域的选择， C3 就是自动和手动对焦的切换。在这里我不得不吐槽一下，索尼的相机在这个自动对焦模式下，旋转镜头的对焦环是无法切换去手动模式的，必须切换去手动对焦模式才可以进行手动对焦。那这一点呢，我个人更偏向于尼康的这个设计了。那 C4 就是屏幕触摸的开和关，而我的菜单方面呢，第一项就是文件格式，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和编码；第二项就是动态影像设置，选择帧率；第三项就是图文配置文件；第四项就是这个格式化；第五项就是在1080模式下的半画幅裁切功能。那我真的希望下一代机型可以增加 4K 模式下的半画幅裁切功能。而屏幕方面，有不少人一直吐槽索尼的祖传屏幕，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我也基本适应了。翻转屏在自拍还有在稳定器上面拍摄呢，真的是非常方便。而在屏幕上面的触摸对焦呢，也是非常精准。但是在户外强光上拍摄，这块屏幕呢真的是无法看清，有的时候呢，我还是需要借助这个 EVF 来检查一下构图和曝光。A7S3 机内是无法显示波形图的，那只可以显示直方图。我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使用 S-Log3 的时候，还是无法做到每次都精准曝光。那所以呢，在婚礼和商业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会搭配 Ninja V 来做监看，开启这个波形图，选择 PQ 模式来做监看，这样子可以辅助我正确的这个白平衡，还有准确的曝光。那不过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发现使用 S-Log3 拍摄的时候，只要在直方图向右曝光，手动测光表显示加 1.7 到加 2.0 之间，并且 2.0 不是闪烁的状态，再把斑马纹的设置成这个自定义的2下限94加，那再打开我上面所说的这个伽马显示辅助，那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准确曝光了。接下来让我聊一聊它的实际拍摄表现。那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我自己负责拍摄、负责剪辑的话，我就是选择这个 XAVC HS4K 进行拍摄，也就是 H265 编码，搭配上我上年购买的这个 M1 Mac Mini， 那使用 Final Cut Pro 剪辑都基本上可以流畅剪辑。那如果呢我是帮助其他摄影师拍摄，并且由其他人去剪辑，那我会根据需求选择这个 XAVC S4K 或者 XAVC SHD 模式，也就是 H264 编码的 4K 或者 1080p。而帧率一般我都会选择 50p 和200 Mbps 的这个42210比特的码率和色彩。由于我在新西兰，我们使用的是 PAL 的制式，
那在这个制式下 ，H.265 的编码呢是无法选择 4K25 的，只有 4K50。那要选择 4K24 或者25呢，就必须转去 H.264 编码。那这一点呢，我真的希望在之后的固件更新中呢，可以修改一下。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一般都会使用 S-Log3 拍摄，那不错的画质和动态范围足以满足我所有的拍摄需求了，也是大家购买 A7S3 的主要原因。那在后期调色，我一般都会先套用这个索尼或者富士的还原 LUT， 再进行这个微调。那无论是在肤色还是在曝光上面都有不错的表现。而且哪怕手动还原调整 S-Log3 的素材，其实也不难。那只要调整上曝光和饱和度，再拉一下曲线，基本上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看的画面了。而最新的固件更新中新加入的 PP11 S Syntone， 我会用它来拍摄一些无需后期调色的人物反弹或者活动。那不得不说，还是挺好用的。当我需要和其他摄影师合作，而他们使用的是 A7M3 或者 A7S2 等老机型的时候，我则会使用这个 HLG 模式来匹配和统一色彩，方便剪辑师的后期工作。自动对焦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这是索尼相机的强项。人眼对焦、物体跟踪的模式都是准确迅速，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差错。而且我总觉得它有超能力，经常可以在人群中自动对焦在我想要的对焦人物上面，并且呢牢牢锁住被拍物或者人，哪怕画面上面出现干扰的人和物。那在高感方面呢，这是 A7S 系列的最有名的优点了。那我一开始呢，天真的以为它可以从 ISO 640一直到 ISO 12800都可以得到非常干净的画面。那我也天真的以为，哪怕我只用这个 f2.8 光圈镜头或者 f4 光圈镜头，只要推高 ISO， 我就可以拍摄所有我想拍摄的画面。后来我才发现，使用 S-Log3 的时候，仅在我使用 ISO 640到 ISO 2500之间会得到非常干净的画面。那只要是用 ISO 3000到 ISO 10000之间，画面的噪点还是多到无法接受的。当我使用 ISO 12800之后，画面又可以得到干净清晰的少噪点的画面了。但是呢，在我拍摄婚礼和活动的时候，哪怕我使用 f1.8 或者 f2.8 光圈镜头，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使用这个 ISO 3000到 ISO 6000才可以得到准确的曝光。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在白天室内拍摄，那如果现场呢还是很暗，我会直接把 ISO 推高去 ISO 12800，然后加上这个 ND 滤镜，减少一点进光量，从而让曝光准确，得到干净的画面。当我使用 ISO 12800的时候，如果现场环境真的很暗，其实我们还需要搭配大光圈的镜头才可以进行准确曝光。那如果进光量不够，画面欠曝，哪怕在 ISO 12800还是会得到满满的噪点。这一点呢，是我在开始选购镜头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接下来我分享一下我的选镜头的历程吧。由于我第一次使用索尼的相机系统，所以呢，我等于从零开始。我的要求很简单，对焦快、体积小、性价比高、回本快。那目前 A7S3 只是负责我视频拍摄的工作，拍照部分我目前还是会继续使用我的尼康相机。我一开始考虑的是索尼的2470 f2.8GM， 索尼的24-105 f4。那不过呢，一个太重太贵，一个呢只有 f4 的光圈，对于我个人的使用场景来说，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经过一番的比较之后啊，我选择了腾龙的2875 f2.8。当时适马的2870 f2.8 还没有发布，那腾龙呢的确是最适合、性价比最高的镜头了。那如果只是视频拍摄，腾龙无论是上稳定器还是手持拍摄、近距离拍摄都有不错的表现。当我购买它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拿到相机。那不过呢，1周之后，由于有促销活动，我也把腾龙的1728 f2.8 入手了。这样子，广角和中焦段镜头都有了，但是我就想，仅需这两支性价比极高镜头就足够我干所有的活了，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本开始赚钱了。经过4个月的使用之后，我发现在某些的拍摄场景，f2.8 光圈还是无法满足我的一些拍摄需求。我开始寻找合适的35定焦镜头，比较了一番之后，我入手了这颗索尼的35 f1.8， 小小的体积，不错的对焦和画质，还有非常不错的呼吸效应控制，把它放在稳定器上面使用还是非常的适合的。我也用它用得非常开心。那不过呢，当我拿它1周之后，35 f1.4GM 就发布了。
我比较了一番之后，我觉得目前还是先保留它吧。那如果有一天我使用索尼的相机兼顾我拍照和拍视频，那35f1.4GM 或者全年的这个4码的35f1.4呢，肯定是我的首选。前段时间我也开始考虑腾龙的70-180 f2.8 和4码的85-1.4 DGDN 来填补我的长焦段的空缺。那不过呢，经过我一番思考，我发现我大部分的拍摄都是使用稳定器和手持，那使用70-180或者70-200这类长焦段呢比较少，而且呢，一般需要长焦的时候，我都是在室内拍摄人物的演讲，那所以呢，85f1.4 或许更适合我。那这个镜头呢，比起其他的4码镜头呢，已经算是比较轻便了，但是拿到手里面呢，还是非常的有分量。那加上这个遮光罩之后呢，更加是霸气十足。那目前呢，我才入手它1-2周的时间，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会更详细的聊聊它。那如果之后有需要的有闲钱的话，那或许呢，我还会考虑购买这个索尼的50这个 f1.2GM 镜头。那这是我目前索尼 A7S3 的一些拍摄视频的一些所用的镜头了。在记忆卡方面，我一开始直接购买一张 CFE Type-A 160G 的记忆卡。那因为某些特殊的渠道，我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它。同时呢，我也觉得 SD 卡呢还不够稳定和可靠。在拍摄婚礼这些无法再来一次活动的时候，那如果我使用2张 SD 卡来进行双备份，使用成本比我使用1张 CFE Type-A 还要贵。那在我使用之后呢，我发现如果我是拍摄这个4K 视频，其实一张160G 的卡呢，仅可以连续拍摄1小时40多分钟。那如果断断续续拍摄一整天的婚礼，我可能需要2到3张160G 的 CFE 卡才可以。那使用成本呢还是有点高的。那如果拍摄1080，那160G 的卡呢，绝对可以满足我一天的拍摄需求了。那所以呢之后呢，我又额外购买了2张128G 的索尼 TUF G 的系列的这个 SD 卡。使用这张 CFE 卡最爽的时候，并不是在拍摄的时候，而是在拷贝素材的时候。搭配索尼的读卡器，传输速度真的是飞快。在拍摄重要活动的时候和婚礼的时候，我仅需要利用休息的几分钟，就可以把卡上面几十 G 的素材全部备份完毕。它虽然贵，但真的是好。如果哪天推出更大容量的版本呢，我还是会考虑购入的。那还有一点，使用 A7S3 拍摄视频之后呢，我的硬盘占用空间明显下降了。那在之前呢，我使用尼康的这个 Z6 拍摄 Android 的时候，平均每一期节目都会产生500到600G 的这个素材。那如今一般情况下只会产生100G 左右的这个素材。电池和续航，在购买 A7S3 之前，我看了无数的测评视频，都说一天的拍摄使用2到3块电池就足够了。但是经过我个人的实际体验，那如果是拍摄1080视频的话，的确3块电池足矣。那如果是拍摄4K 视频的话，我起码需要4到6块电池。在拍摄婚礼的时候，我会带上充电器；在晚宴的时候，我会把当天使用的第1块和第2块电池进行充电。那所以呢，目前的4块电池还是足够了。A7S3 虽然无法像 A1 那样子拍摄 8K 视频，在 4K 模式下也无法进行这个半画幅的裁切，但是它的 4K100、4K50、10:12，内录 S-Log3、外录 ProRes-RAW、高 ISO 自动对焦，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也是目前或许是未来几年综合性能最均衡的视频拍摄机器了。经过长时间使用，当我单兵作战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还需要第2台 A7S3 进行不同角度的拍摄。我一直考虑要不要购买第2台，我也考虑了这个 FS3。那不过呢，目前它们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了，而且作为第2机位，它们的性能呢有点过剩了。那所以呢，最近呢我也开始期待 A7M4。那我希望呢，它可以有全新的屏幕、全新的菜单，可以拍摄 4K50， 可用的这个 S-Log3、10:42。那如果以上功能都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购买的。对于我个人而言，相机仅是我的生产工具。我买相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用它来赚钱。老实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特殊的日子和活动，我基本上是不会带相机出门的。所以相机和镜头的品牌并不是我购买它们的决定因素，而是它们的性能、它们的性价比，还有我能否通过它赚到钱尽快回本，才是我购买它们的主要原因。在拍照方面，至今我个人还是偏爱尼康的相机，而在视频拍摄部分，
索尼、佳能和松下的的确确占据了这个主要市场，而且在很多国家和城市大家呢都更偏爱这个索尼。那所以呢，在必要时我也要迎合需求，这样子才可以接到更多的工作，赚取更多的报酬，才能进一步提升生活的品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